你还相信爱情吗？或许这两个正在广州打拼的年轻人能给你一些人生感悟。这是我深度自驾广东的路上，来到广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。村中的小巷错综复杂，就连外卖小哥来了都叫头疼。就在这处充满烟火气的城中村，我偶然结识了这位送外卖的小哥，因为他的出现让我发现广州的与众不同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一定会改变你对当下年轻人的看法。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锦衣玉食光鲜亮丽，而是两个人挤在小小的出租屋里一起打拼未来的幸福感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深刻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安妮，这个是波妞。咱们来到广东啊，然后呢又停更了一些时间。然后为什么停更呢？是因为我要更新我的内容。然后呢，这个内容呢，我要进行一些升级啊，就不一定我说要拍乡下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以后会对着一些城镇、城市也会拍摄。有人说城市有啥可拍的啊？广州这个城市啊，我一直觉得很奇特，繁华又很有意思。在广州的市中心呢，它那个有一个村子啊，是在城中间被周围的高楼大厦给包围着。然后呢，那个村子呢叫石牌村啊，城中村也是村嘛。我觉得这个村子呢特别有意思啊，你们跟着我的镜头一块去了解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出发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石牌村呐，这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啊。城中村就是它的第一大特色啊，就是这个石牌上面那个雕花特别漂亮啊。在这里面，它有一句话啊，就是这里的光都是要花钱买的。跟着我走进村子里面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了。走进来一看，你们就发现了吗？这个巷子啊，纵深非常的长啊。它这个两边的楼房啊，相隔的那个间距啊，非常的小。到这里其实采光还好了，但是越往里面走，那个采光就非常差了。这个村子的话，它四通八达的，到这里面来是容易比较迷路的，然后又不会看地图的那些女生啊，容易路痴的，进来就真的会迷路了。这边可以看到房屋直租啊，单间550到1500，然后1000到2000的，它这个都不等啊。走进石牌村，你会觉得这和你传统印象中的发达城市不一样啊，怎么这么老旧？不着急啊，咱们慢慢往下看，因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石牌村的原因之一。狭长拥挤的巷子，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店铺，时不时的电驴从我身旁呼啸而过，似乎每个人都特别忙碌，这不由得增加了我的紧张感。阿婆你好。说什么？你好。影来干嘛？影相啊。影相干嘛？记录生活。嘿 Hello， 小哥你好。每个人都很忙，我跟你讲。这小哥应该是下班了，我就问他，打扰你一下，我们是做自媒体的。怎么了？就是想问你一下，你是本地人还是哪里的？不是本地的，你哪里的？湖南。湖南？你湖南过来在这边做了多久了？3个月。跑外卖的话，现在单子好接吗？你一天大概搞多少单？比如说想跑的话，每天跑个30多单的也有，60多单的也有。这有些空闲时间的话，一天就20来单。好，谢谢啊，祝你生活愉快，工作顺利啊。你们经常在那个贵州啊那里面玩吗？我有刷到过你。你住这里面吗，哥？住这里面。你是本地人？不是，湖北的。湖北的，住得远不远？不远。不远，方便去你家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就想去看看嘛，对，记录生活。这里面租房的话贵不贵？看你光线好，它是要贵一点啊。对，一楼都便宜。越往上走，光线越好那里。广州城中村的光是要钱的。这网红来着。哎，你好。就这个就是你家？我们是2房东。2房东。对。你们包的？对。可以嘞。包了自己装修啊，在对外出租嘛。啊，这栋楼有几层？7楼。市场价租出去的话，一间像1楼的话是多少钱？那就不等，大小不一样。我看外面都是500多到1000多都有啊。对，顶层的话也是1000左右。这个价格说实话也不算贵哈。说点差价吧。其实租房的肯定好多都是外地的，基本上是在广州打拼啊。找工作打拼的人，好多刚刚出来的就是找这种城中村，它经济实惠嘛。对，城中村经济实惠。对。来自全国各地，你们接到过最多的是哪个地方的？湖南、租客。湖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呢？
四川的也还有。不多哦。从里面转一转。哦，你们现在要干活去了？哦，行，那你们先去干活啊，感谢了啊，感谢啊。说实话啊，在这边租房1000多是真的不贵。我记得我10多年前我在重庆租一个房，在一个很小的破旧的一个小区，都要600多呀，700多、800多哈。那走到这里来，它其实就很狭窄了。如果说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，那个光线真的是很阴暗、很昏沉。比如说，你看这边哈，让你住在这种楼层里面，1楼的话，这种哇，你要是女生住进来，你一个人晚上走到这里，你会感到害怕的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恐怖，特别是天黑了哈。我一个男生那天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踩点的时候，我感觉都有一点阴森森的啊。这个是比较老旧的城中村哈，所以呢，这里面的建筑肯定你就别指望有多好了。当然，内部的装修是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它外部建筑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它这里面有个小卖部啊，这小卖部老板我还跟他聊了几句话嘞，啊，嘿，就相当昏暗。你看走到这里来，你几乎就很难见到光了，这真的是遮得严严实实的。你看现在是白天哦，大白天，我走到这里面来，为什么说你相信光吗？光可是要花钱的啊，这里面还要开灯光，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多黑了。你看这个多暗沉啊！想在这里找到我的有缘人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走进漆黑悠长的巷子里，家家户户都是锁起门来的，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啊，把我倒是转得晕头转向的。这好不容易遇到个外卖小哥呢，可人家也要忙；遇到自己的粉丝吧，人家也要忙；遇到个老乡正在做饭呢，人家羞于出镜呢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我终于遇见了这位小哥，让我见到了广州这座城市啊最温馨的一面。我刚刚临时去剪了个头发，他们这边快剪，你们知道多便宜吗？才15元啊！这个地方真的很有意思啊！来广州石牌村一定得来打卡呀！Hello， 小哥。哎，你是小白吗？你认识我啊？对呀，在抖音关注你几年了。哦，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。你哪里的？清远那边的。清远那边的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你住这里吗？住这附近。住这附近的。对对。哦，你这会儿方不方便？耽误你几分钟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几分钟可以。就是你一天能跑多少单呢？7、80单吗？7、80单。对。我刚刚问前面的外卖小哥，他说他一天30、40单。看人吧。那你一天工作时间有多久？8个小时到10个小时。哦，这边的房子你租房的话，你租一间多少钱？在这里？1500。哦，把口罩摘了嘛。广州这边很多那种虫子。虫子？对对，那个很小的虫子，就是飞进眼睛里或者嘴巴里，很辣的那种。哦，我以为是你们担心被我们这种拍到。在这边待了多少年了？4、5年了。4、5年了，一直在广州。对对对。那你还要工作到多久？到晚上差不多8点。差不多8点钟。对对，然后回家吃饭，吃了饭之后又出来跑到10点、11点这样。你以前是做啥？啥也做过，厨师也做过。厨师也做过。对对对。那我一会儿可以跟着你去你家里面吗？你展示一下你的厨艺啊，咱们好不容易碰见了。可以吧？可以啊。但是我问一下我老婆方不方便？那你跟她说一声。行啊，你跟她讲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怎么说？啊，可以的，但是我没这么早下班。没事的，我可以等你。你们结婚了没有？可以。啥时候结婚？快了吧？你要是选好日子，你跟我讲，随个份子钱去参加你们婚礼。可以啊，那我通知你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加个联系方式，咱们之间。可以。啊，本来就打算着再逛一圈我就撤了，没想到有缘人这么及时出现了。小哥在接受我的拍摄后呢，也欣然答应了我去他家中做客的请求。只不过呢，我得等他忙完工作以后啊，正好呢借此机会啊，跟着小哥记录一下他的日常生活。今天是跑断腿的一天，我跟着他跑一跑，去试一下哈。哦，是吃的东西啊。这个速度我跑步都跟得上。外卖到了，但是你写个房号吗？就放门外面。你刚来这边跑单的时候会不会迷路啊？
我进来我都感觉有时候会迷路，因为太杂乱了。然后这边很多人进来都找不到导航，它是不准的。石牌村也说是卖小哥的恐怖之地。恐怖之地，我听他们说小偷进来都要迷路了。跟着小兄弟跑了几趟啊，我是真的顶不住啊，毕竟他是骑着车，我是双腿跑啊。于是就停下来，等他工作结束后，一块儿回到他住的地方去。不得不说，这位兄弟呢是真的很有心，还送了我一份外地人不太容易买到的广东特产，看来呀是我的真爱粉，嘿嘿。OK， 我现在是去那个粉丝家里面哈，我给他带了一个见面礼啊，这个见面礼呢是2把梳子，我都舍不得买的。这个兄弟我感觉很踏实啊，他们又要结婚了嘛，一个很好的寓意送给他们。下班了啊，买了这么多菜，很快的。是不是准备做你们这边的特色？对，起码住7楼。住7楼，起码有阳光，握手。Hello，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送给你们俩的见面礼。谢谢。没事儿。谢谢。里面写了一张我给你们的祝福语啊。谢谢。没事，坐嘛，你坐。好。你坐沙发嘛。好嘞。他是不是做饭很好吃？对。猫猫，这是一只狸花猫哦。对，收养的狸花猫。流浪猫吗？之前是。对，就是他比较喜欢猫嘛，就是这只猫跟他有缘分。你们都是一个地方的？对。哦，之前拍过很多视频啊。这个男人会厨艺啊，这个魅力值会上升不少哦。所以呢，男生一定要学会做饭做菜啊。今天准备做哪些拿手菜？多了啊！哈哈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很期待哦。你哪一年的兄弟？98年。98年的。你父母都是在清远？只有母亲就在老家。哦，只有妈妈在。对。哦，这样子。老婆也跟你一样大？对，我们是同年的。一起读初中嘛。哦，初中到现在。哇，挺好。这边可以看到小蛮腰吗？楼顶可以，你要上去看不？想去看一眼。可以。我们所有的外地人对广州的印象就是小蛮腰，想看一下。对。之前还能看到。哦，这个工地会挡住一点点啊。差一点。那里就是小蛮腰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哦，那里广州塔小蛮腰，我看到了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工地，这样刚刚从那里钻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有点赛博朋克的风格了。再看一下这边远处，哇，风景很好咯。啊，小蛮腰就在远处的，他们这个观景位置还挺好。来到小哥家中的第一眼呢，他的对象一看就是那种知书达理、温柔贤惠的类型。仔细你会发现，虽然住的地方比较狭小，但是收拾的比较干净整洁。特别是小两口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呢，外面就是城市的灯火辉煌，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馨呐。他哪些菜做得非常好？家常菜，就平时那种小炒。哦，你们两个觉得在这边很累，但是相互之间回家见到对方，会不会觉得还是很幸福？那肯定的。我在重庆读书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见到很多也是这样打拼的，一起相互之间帮助扶持，很有幸福感哦。广东靓汤。广东靓汤。对。这个是这边的特色，也是。对。啊，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材料啊？五指毛桃啊那些。闻着有一股药香味哈。你们平时下班会自己做菜做饭吗？对，就是下班自己做。自己送外卖，知道外面那些外卖。你们俩是一块在这边就待了15年了？对。哦，那挺久的。准备还在这边打拼多久？过完今年就在这边，因为这边就是生活节奏太紧张了。哦，这做过厨师的身手呢，就是不一样。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啊，送完外卖以后呢，还要回家做菜，还能做出这么可口的饭菜，这样的男人谁能不爱呢？特别是老婆啊，又如此贤惠，在一旁夸赞他。身为男人呐，即便是工作再苦再累，这一瞬间什么都值了。哇塞，做了这么多，这个是烧鸭，这个是广东的特色哦，也是。哇哦，这个
正宗的潮汕牛肉丸。蘸这个吃，这个是什么酱啊？这个沙茶酱。沙茶酱。对。这个听说拌上去更好吃。哇，果然还得来到这边才能吃到正宗的。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吃牛丸，为什么呢？感觉像吃塑料一样，但这个真不是，一口下去满满都是肉，很正宗，反正就是很香，能够吃到牛肉的味道。啊，你这个手艺可以哦。再尝尝你炒的，这是牛肉。对。新鲜的牛肉。你们这个口味很清淡啊，但是你们自己吃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淡。搞了这个吗？就蘸辣椒。啊，有人不吃辣的。哦，哇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他是不是很细心啊？试一下这个鸭腿。OK。因为我们经常吃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吃鸭腿吧。对，这有烧梅酱。哦，就蘸一下这个。对。来到广州了，吃到正宗的，尝一尝啊。好香，尝一尝兄弟做的鲈鱼，恰到火候，真的很好，很嫩滑的，然后这个汁儿很香，我很喜欢吃鲈鱼，这样清蒸鲈鱼特别喜欢吃啊。哇，这个鸡汤真的很好喝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不能喝，它就是添香的。这个是中药材。哦，我也可以吃掉它。在这边待了4、5年，有没有感情？感觉对这里？怎么说呢？就是喜欢看你的视频，就是对农村那种向往，就是在这边太累了嘛，每天就是循环这样子的。2点一线的生活方式。对。你们是从初中认识就在谈朋友了？没有，那是从啥时候？读书呢？毕业之后。高中毕业啊？你追他还是他追你？肯定是男追女了。男追女，一追就到手了。不好追。不好追。有没有吵过嘴？吵嘴有没有想说，哎呀，我分了吧？慢慢。但是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些感情问题的？自然而然就好了，还是要沟通？慢慢沟通了，大家哪里不对就是说出来嘛。你更相信选择大于努力呢，还是努力大于选择？是努力大于选择。努力大于选择，我也这么认为，努力大于选择。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，身无分文，没有什么背景靠山，只能努力。对，只能靠自己嘛。就靠自己一步步把生活过好。你刚刚讲的多存钱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，就是很多年轻人大手大脚的话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吵了架，2个人情感之间一定要相互沟通。但是怎么相互沟通呢？但有的人就是不愿意低头啊，怎么办呢？那肯定总有一方要妥协的呀。那你们2个总是谁在妥协？是他吧？你说是他，他说是他，看来你们相互之间都在妥协。对，因为能走在一起都不容易，是吧？现在很多人呢害怕结婚，各种原因都有。听了这对小情侣的想法呀，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，从最开始的热烈到现在的平淡，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都是要靠2个人相互维持、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。同时2个人呢，还都要学会计划，奔着目标共同携手前进。他们的这种理念呢非常好，因为除了爱情，2个人在大城市打拼，更重要的呀是要抱团取暖，努力上进。带着他回去休息了。啊，感谢兄弟啊，谢谢。有缘见和再见。好，你说拜拜。是不是要回去睡觉了？你要走了，拜拜姨姨啊！来，我抱着他。啊，没事，不用送，你回去啊。啊，今天很感谢兄弟了啊。就是遇见也是一种缘分。对，拜拜兄弟。啊，给我做了这么一顿好吃的啊！没想到我在这边能够遇到粉丝，真的是一种幸运了。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离开这边，要去到另外一个省份了啊。为什么我要拍摄一些关于城市里的故事？因为我发现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人间烟火。这趟广州之旅给我留下了很多惊喜。这座城，它既容得下宏大的梦想，也装得下平凡的日子，看得见向上而生的力量，也留得住人间烟火的温情。我是简小白，怀着一颗炙热的心，奔向远方的星辰与大海。美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片乡土里。